Hello， 大家好，我是悟星啊，欢迎收看我们的 My Fantasy Life 幻想人生啊。那我们的模组包终于顺利上线啦啊，只是我没有预料到，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模组包的期待这么高啊。原本只是想说哦，这是我单人系列一个模组包啦。但所以没有想到说，如果作为这个多人游玩啊，会发生什么情况啊？然后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先下载这模组包开始游玩了啊。当然进度一定会比我快很多啦。但如果你以前都没有玩过 My Fantasy 的话，要特别注意，就是我们这个模组包其实就是主打 My Fantasy， 很多东西都是要绑定 My Fantasy，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先看好这本书的内容。就是呢，这本书的话，它基本上把所有这个模组的资讯都写得很清楚啊。虽然都是英文啊，但我有测试过，如果你有安装那个中文自动翻译模组的话，它是可以把里面的内文翻成中文的。所以如果你英文苦手的话，可以就是去找那些模组来辅助你啊。那它就是每个页面的这些说明啊，尽量都看一看。你都把它看过之后，相信你也可以很快就上手这个模组。比如说，最多人可能一开始碰到的问题就是，怎么没办法烧铁矿啊？因为它的铁的话是绑定这个研究，需要进行特殊研究才能解锁。那研究的话，就像我第一集有说，你要用那个研究桌，然后去研究一些东西，然后当然你要同时提升你的等级。那config设定是可以把那个研究的部分拿掉，让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东西来解锁，但是你的等级还是要相应的提升。所以说呢，你也可以去你的 JEI， 它其实就有一些等级书，这个本来就是可以合成的啦。你只要吃了这些等级书，你就可以直接提升等级啦。有了碎石。然后呢，我有烧了一些石头，好，然后放这样子，会需要一个合成桌，这边，然后石头跟任意的 timber，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叫 Basic Salvage Station。其实这个很厉害或很 OP 啊，因为它可以拆解你不要的资源。像它一开始就送我们这皮革装嘛，那其实我是觉得不用穿它的皮革装，因为它这个 My Fantasy 模组会修改这个装备的护甲值系统，原本这装备基本上不会提供什么护甲值，所以直接把它拆掉会比较好。那拆掉的话，就是把东西丢在上面，然后点右键，好啦，就可以还过来咯然后你的装备的耐久值越多，就是没有损坏的情况下，可以拿到越多的返品啊。然后之后随着你技能的提高啊，你可以获得这个返品的几率也越大。好像是 Mastery 吧，对。但现在的话要到35等才有办法，现在还不行，所以我们应该要赶紧去挖矿。但因为 My Fantasy 关系，我们现在唯一有价值的矿物就只有铜矿跟煤炭而已。所以我觉得先去找野生的洞窟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加一个小地图点，就是按一下这个东西就可以得到一个叉叉，然后呢，你就可以自己设置你的个小地图的样子。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打一个关键字叫 home 就在这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小地图模组啦，但已经绝大部分符合我们的需求了。然后我疑似看到我们左上角有一个巫师塔，这个就是我们的魔法模组的东西。那巫师塔有一半一半的几率，里面的巫师会攻击你，或者是可以跟你交易，友善或不友善啦。如果可以交易的话，你可以跟他买到一些出奇还不错的魔法道具。那如果不友善的话呢，你就要把他打死。没关系，我们现在先找个天然的洞窟去挖矿吧。挖矿比较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是裸奔的状态。目标就是想办法先做个铜制的工具，然后有铜制工具，我们就可以做出一套这个还不错的皮革装。要做 My Fantasy 的皮革装才有足够的防御力。不得不说，这个地形真的好平哦，平到连洞窟的迹象都没有。对，连那个天然的破口都没有看到。
哦，更多这些会标出来的，好像都是魔法模组的东西。那这时候骑马的话就很方便，因为你可以维持高哦。What the？ 哦，还会隐形哎，还好他不会远程攻击。哦，给他写好后。哎呦！哦，终于死了。所以它是树妖龙，因为我打死它会发出那个声音。又是一个盖亚模组的东西，太可怕了。不过它掉这个金属力耶，有这个金力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魔法杖，初阶的魔法杖。哦，好多新任务哦，看看啊。Skeleton Kill Leather， 哎，这个好像还可以，可是12个皮才换15个精力，有点烂了。13个告示牌，可以啦，接一下。你只要把它拿出来，你就可以开始解，然后它只有给你19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任务。啊，其实大部分都是给你精力，就可能就是把它当成一种货币的概念吧。但它模组预设给的奖励其实没有很好，它是可以用康费自己设定，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透过自己在生存的过程当中来发掘哪一些物品可能比较值得当一个奖励，然后我之后就会把它写在这个康费里面，这样的话我们以后接取这个任务就比较有回报的感觉。好的，15本书，我们接取它，然后我们要怎么完成这个任务啊 ？Bounty fulfill 哦，我们拿解完任务的那个对它点右键就可以拿到这个东西，你就有精力跟一个皮革鞋啦。因为我们今天的目的是要找到这个野生的洞窟，居然完全没找到，还被一个树精给追杀。哎呀，有个蜂巢哎，这么高的蜂巢还第一次看到。这个蜜蜂还真辛苦啊！啊，又是蘑菇人，危机四伏的大自然 ！Oh my god， 赶快回家！呀，我都找不到这个天然的洞穴，而且外面真的好危险哦。我们还是来鱼骨挖矿好了。啊，那这个铜矿的话，层数应该不需要很深就可以挖得到。我们来试试看，在这个50格的地方挖。哦，挖了老半天，总算找到铜了。没想到这个第一个铜矿这么难找，我反倒是已经先挖到不少它的锡矿。好啦，那可是我还需要很多，光靠这几个还不够。哦，你看这边有其他模组的铜，可是我却挖不掉，因为它比较硬。哎，当然你要比较作弊的话，你也可以用那个原版 Minecraft 的石头镐就可以把它挖掉了，所以它这个石镐大概是木镐等级的吧。这个有一个 Forging， 就会告诉你说你要做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应该是要怎么做啊？还有这个 Forge， 现在可能还用不到啦，但我们还要做一个叫 Bloomery 呀。Bloomery 的话可以来烧我们的锭，所以我们都来做做看吧。像是我记得有一个东西好像要用这个吗？啊，试试看才知道。来，这个是 Stone Anvil， 我们的石针。好啦，好，那之后的话都可以升级成金属版本的，但现在的话你只能做这个东西。好 ，Bloomery 它是要用碳砖。好。那既然如此，我们连 Forge 也做出来好了 ，Stone Forge。好，还有这个东西水盆啊，这就是你在锻造任何金属的东西最后一步不就是要淬火嘛？quench。那淬火之后，你的工具才算用大功告成。
那如果不用这个的话，你也是可以直接丢到水里面进行淬火。但丢到水淬火的话呢，工具的耐久度会大幅下降，所以最好还是要用专用的这个淬火工具。你就做一个水盆，然后对着水点右键就可以装水。然后呢，我们就在家里面开始做我们的事情吧，像 Bloomery Forge， 然后 Stone Anvil 跟这个淬火用的东西。好，那 Bloomery 的话呢，就是来烧我们的矿啦。我们来模组的矿可以吗？试试看才知道。所以我们要先想想看，我们要做什么东西啊？那一般都会想到就是要先做金属制的锤子嘛，因为你锤子升级上去，你才可以做更高级的工具。可是呢，它的锤子会需要用到这个皮带，但这皮带本身就需要一把剪刀。那剪刀的话，就是金属的东西了。所以我们看一下剪刀，剪刀的配方的话呢，不需要皮带，很神奇。所以看起来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反而是剪刀，而不是锤子。好啦，所以它要我们烧2个，那就放2个矿跟等量的煤炭进去。然后这时候会需要打火石。好，那现在的话，我们就像原始人一样，用碎石来点火。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一直点住。那因为它点火的几率不是100%，所以它通常要点好几次才会着火。但着火之后，它就会开始冒烟了。然后这时候你就慢慢等吧。好，烧完之后呢，它就会自动露出上半部分，然后你就拿起你的锤子，左敲啊，右敲啊，那锤子等级越高，会越容易成功。那我们只有10锤，所以你要敲好几次，好，它才会敲出这个金属粒。那我们只有2个嘛，所以就是2个。这时候拿起你的这个 tongs 金属钳火钳，靠近它，它就会自动把它捡起来呀，然后它就会自带这个温度，1200度就是可以工作的温度。那放在玩家身上的话，它会慢慢的降温，所以我记得以前在玩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很 OP 的设定。我们直接把它放进这个箱子里面，不是放在玩家身上，它就会暂停它降温。所以你只要，如果你想要保持着这个温度，以后要用的话，就把它放在箱子里面就好了。你就可以节省那个重新加温消耗的燃料跟时间啊，其实非常 OP。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剪刀的配方。那这个剪刀配方的话呢，它会要2个金属把嘛，跟一个皮跟任意的 timber。然后这时候你选择用的这个木头，就会影响到你最终成品的这个耐久度。所以这个木头那个等级越高越好。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挖到太高级的木头，所以有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做手工的强化木头。我们有种子嘛。那手工强化木头的话呢，我们会需要去挖粘土。那粘土的话，我们在外面就有了。噔噔，所以用手挖嘛，可以。话说它这种特殊粘土啊，挖掉之后会有经验值。Hello， 有时候都会担心这些生物会不会突然暴走。但还好啊，你不去打它，它们是不会理你的。它们是中立友善生物。好，有粘土了，那我们把它捏成一个罐罐的样子。啊，应该是要用这个，所以它会变成一个 raw clay jug 的这个东西，然后捏一捏，它就会获得这个东西。好，捏好之后呢，当然就是要拿去烧啦。好，就这样子，然后中间放一个种子，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种子油啊。然后种子油的话呢，再跟这个 timber 合成，就可以得到这个强化木头呀。然后这个强化木头好像是任意一种木头，只要不是太烂的木头，都可以来合成。就是现阶段能够取得或手工制作的最好木头了。好，所以有这个强化木头，我们就可以来制作我们的剪刀咯。那我们就按照那个配方来放置。
还需要这个皮革，这边啊，然后我们要开始作业的话，就可能会需要穿那个，可是我们刚刚并没有受伤啊。正常来讲，我们应该是要做这个 blacksmith 锻造师傅的衣服，防火衣啦。所以它这个东西的话，好像是要这样子呀。好，那我不清楚它在什么时，应该是你在进行 forge 作业，就是用这个 forge 来加热的时候会需要用到。好，所以穿着就不用怕烧伤啦。然后我们就拿着这个东西，对它上面点右键，就可以把刚刚加热好的金属放着，然后就可以把它摆成你的配方。那我们就开始来敲。现在我们只有石头的 hammer， 所以只能用这个。然后可以看到它有那个进度条在下面嘛，我们可以用左键、右键，就会发现它的进度条会移动。那你的目标就是在当它那个进度条跑满之后，就是最后一下，尽可能的让这个跑到正中间，越中间越好。如果你的最后一下刚好在正中间的话，你的工具会是这个完美品质，那你的耐久度会提升。那如果不是在正中间，只是在中间这一块的范围内也可以啦，那就是不好也不坏，你的耐久度不会下降，也不会提升。但是如果你最后一下跑出中间这个范围之外的话，你的工具的耐久度就会下降。所以就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小游戏吧。然后如果你没有信心最后一下完成的话呢，你可以 Shift 加左键来返回上一步。然后看起来我其实可以刚刚好在正中间了。那如果你真的不满意你这个进度条的话，你其实可以重置哦。重置方法的话，就是拿起任何一个东西，然后重放回去，然后你整个进度条就 reset 了呀。然后甚至连你这个敲击的那个步骤也会不太一样哦。就你每一次 reset 啊，它这个左右跳的那个距离都会不同。它这个左右跳都是会重新刷新的。哎呦，看起来我们最后一下完成了，但我不晓得有没有跳到正中间，应该是没有啦。所以完成之后呢，就是最后一步淬火，我们要 quench 它，所以就是拿这个火钳夹起来，然后对着这个点右键，淬火完成。然后，哎呦，结果我们拿出来的耐久度居然下降了。那有可能的原因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使用的工具吧。对，因为这个淬火盆啊，它也有分等级，越高级的淬出来的效果越好。好啦，所以我们没有拿到那个耐久度是满的，但也不错啦。有了这个剪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拿去剪皮革了。所以我们就是皮革放里面，然后剪刀这样剪。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皮条或皮带。有了这个皮带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做其他会需要皮带的工具了，比如说我们的 hammer 金属制的 hammer。那我们就一样先摆好这个配方，然后我们要再加热一个桶，所以看起来模组的桶也是可以使用的。来加热它。哇，差一点点，差多了。锵，好，有没有办法完美品质呢？快去！有了，完美品质啊！它完美的话就会写 superior， 所以完美品质下它的耐久度就会比平常还要高。赞哦！好，所以有了金属制的锤子，我们就可以做需要金属制锤子才能做的东西了。反正就是所有铜制的工具啊，都可以用这个锤子做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目标的话，应该就是赶快做出一套生存用的装备吧，来 armor。所以就是做出这个 rough leather helmet， 然后它可以再往上升级。好，然后在做衣服之前，我们还会需要一个针
那我们有骨头的话，就可以做出这个骨针。好，接下来就是做衣服啦，有这个加这个。第一个是我们的头盔，我缝，嘿，哒啦，完成。然后这一个话没办法直接升级上去。对，其实它可以直接升级啊，可是会需要这个一阶的针，也就是更高级的针。那如果是铜针的话，甚至也只是 T0的，至少要青铜等级才会是 T1等级的。所以我们现在没办法做出更高级的皮革装，就先做这个就好啦。好，我们全套都做出来啦，耶！我们的皮革装全套，哒啦！哇，然后你乍看之下，光是这几件衣服就提供这么多护甲子，那这个只是假的，对，它这个护甲只有重新修改过，所以它这个护甲会跟你装备的耐久度有正相关。你装备耐久度下降的话，你的护甲值也会动态的下降，也就是防御率会下降啊。所以别看这个护甲好像很高，但是的确也比原版的装备还要更耐用多了。你说那个是树妖吗？马上就要作死去砍怪了。这边好像有一个特殊的花，叫 Sign Flower。这是怪物吗？怎么感觉像片片花啊？哦，片片花。来，你会打人吗？Dryer 树精啊，不会这样子，不小心行再来一次啊！看来有点差太多了，应该是左一下右2下才对，好吧？所以这一次可能会不完美，把它夹起来 ，Quench。所以果然耐久度就差很多。不过没关系啦，因为我们之后很快就可以升级成青铜制的十字镐，所以这只是暂时过渡而已。那再来下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剑啦，啊，那剑的话呢，我想做的就是普通的宽剑啦。那你也可以选择做各式各样的武器。那 My Fantasy 有非常多不同的武器类型，然后它的战斗风格也都不一样。就是越小的武器攻击速度越快啦，也比较灵活。那越大的武器伤害越高，但是也比较笨重。它甚至也有双手武器的设定，像是我们这个虽然是很低阶的石头制的这个矛，可是它就不能这个单手用。也就是如果你左手刚好拿着这个火把嘛，然后你用它，哎呦，对，他就说，哎呦，你失去平衡了。因为你想要用单手用这个双手武器，所以每一次啊，我在挖矿的时候嘛，然后左手拿着火把，然后看到怪想要打，我就失去平衡，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双手武器的设定。好啦，所以我们再来敲这个，那这个 sword 的话，它就是单手武器了，所以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再一下会不会太多？哇，太多，好吧，可能不会到完美啊。有完美的 Superior 的 Copper Sword， 赞啦！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攻击速度比较快嘛，它的格挡效率比较好，就是它大部分的武器都可以格挡，可是不同类型的武器它格挡的效率会有差，像这种比较这种剑类型的它的格挡效率是最高的。